喺貓身上學到啲咩？咪就係避開好憎貓嘅人咯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相信大多數人會比較認同，狗教識咗我哋咩叫做無條件嘅愛，但係貓呢，就反而教識咗我哋點樣尊重自己嘅價值。而你可能會諗過，喺今日呢個世界真係變得太快，快到好難令人覺得安全。但係我哋隻貓點解仲可以喺屋企開開心心咁生活？外面發生咩事都似乎影響唔到佢。如果有一日我都淨係顧住眼前嘅嘢，成日淨係超下同玩下，唔知個世界會變成點呢？今集我哋就嚟傾下喺貓身上，除咗見到佢肚餓就食嘢，攰就瞓嘅模式之外，我哋實際上又可以喺佢身上學到啲乜嘢呢？透過綜合現代哲學家同部分自主嘅觀點，睇下你有幾多係會認同或者反駁。記住睇到最後啊！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哋呢個頻道，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只可以持續向前。入正題前，想先借個故事嚟講下幸福嘅迷思。從前有隻大貓見到隻貓仔，佢係咁追住自己條尾，就問佢啦：你做乜追住自己條尾啊？貓仔話：我聽人講，對貓最好嘅嘢就係幸福，而幸福就喺我條尾度，所以我只要捉住佢，我就會得到幸福噶啦。大貓笑住話：錯啦，幸福唔係追出嚟噶。或者呢個故事再延伸落去，可以解釋成為你越執着嘅嘢，最終反而會控制咗你咯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引用英國哲學家約翰格雷嘅著作《貓哲學：貓與生命意義》，再加埋部分自主嘅真實感受，睇下佢哋覺得喺貓身上學到啲乜嘢啊！永遠不要嘗試說服人變得理性。想說服人變得理性，就好似想教貓去食齋一樣。人通常會用理性嚟支持自己相信嘅嘢，但又好少真係去驗證所相信嘅係咪真實呢？呢樣可能會令人幾失望。但無論你或者任何人，其實都係改變唔到㗎。如果有人冇晒理性，搞到你覺得好沮喪或者危險，咁不如走開就算啦。我覺得如果貓佢哋中意同我一齊，佢哋就會留低；唔係嘅話，佢哋自然就會走開啦。而我成日都會提醒自己，要學到佢哋咁理性，唔好咁辛苦自己啊！抱怨自己沒有足夠時間是愚蠢。如果你覺得時間唔夠，可能只係因為你唔知點用，去做啲對你有意義，又或者真係樂在其中嘅事啦。咁樣生活落去，你就會發現時間其實係夠用㗎。做人有太多慾望啦，乜都想要，有時明知係錯或者根本唔值得。但貓就唔同，佢哋唔會嘥埋呢啲時間喺自己控制唔到嘅嘢上面。不要在自己的痛苦中尋求意義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，可能會試下喺痛苦入邊揾慰藉，但咁樣有可能會變成將痛苦睇成你人生嘅意義。唔好對痛苦產生依賴啊，亦都要避開有咁樣做嘅人。我見過唔少流浪貓，佢哋一生都幾痛苦㗎，因為佢哋身邊嘅貓唔係俾車撞，就係俾流浪狗咬死，而且有啲貓仲會好執着，喺佢哋嘅朋友過身之後，傷心到唔肯再食嘢，甚至因為太難過想餓死自己添。當一隻貓唔再似貓，你會心痛到唔識講啊！與其必須去愛，不如冷淡一點。冇幾多你想比大愛包容更具破壞力。試下對人可以冷淡返少少，
咁樣反而有可能會變成真正嘅善意。其實貓唔係冷漠，佢哋可以好熱情又聰明，但同狗唔同咯。佢哋唔會刻意去迎合或者配合其他人，同人之間有自己一套清晰嘅界線。養貓令我明白到，朋友係要慢慢相處，關係係要靠時間去建立㗎。忘記追求幸福，或許反而會找到。你唔會因為追求幸福就真係獲得幸福，因為你根本唔知乜嘢先至會令你開心。相反，去做你覺得真正有趣嘅事，幸福就會喺你一無所知嘅情況下出現。如果你隻貓鍾意你，佢咪係一隻開心嘅貓咯。而佢哋幸福嘅秘訣就係活在當下，唔會擔心將來，又唔會沉醉過去。有咩問題只要一解決到，好快又會開心返。我諗佢哋最想嘅就係每日個兜度多返一次濕糧，咁就已經好幸福啦。人生不是一個故事，如果你將人生睇成係一個故事，你就會忍唔住想寫埋個結局佢。但其實你都唔知道自己嘅人生會點樣完結，或者喺之前會發生乜嘢事。不如放低個劇本，去過一個未寫好嘅人生，可能會更加值得。做人邊有咁容易做到好似貓咁隨遇而安㗎？但如果學識到好似佢哋知道幾時堅持，幾時放棄，幾時離開，係幾好嘅。無懼黑暗，許多珍貴事物藏在其中。細個嘅時候被教話三思而後行，好多時都係好嘅建議。不過有時你可能根本未諗清楚，就照跟住舊有嗰套去行。但話唔定喺暗處跟住微弱嘅光行，反而仲好，可能會帶你去意想唔到嘅地方。我淨係知道，當你養黑貓，每晚半夜去廁所嘅時候，佢總會停留喺一啲好蠢嘅位置，成日都差啲踩到佢。咁耐以嚟，我只係踩過佢一次，簡直係奇蹟啊！為享受睡眠而睡覺，為咗起身之後能夠更加努力咁做嘢而瞓覺，呢種係一種悲慘嘅生活方式。瞓覺應該係一種享受，唔係為咗交換利益。平時冇乜嘢可以打擾到我隻貓嘅晏覺時間㗎，佢個身體就好似預設咗一種放鬆模式咁。其實我都知道，人應該都要為自己留返啲時間，唔好搞到連瞓覺都覺得有壓力。提防任何聲稱要讓你幸福的人，嗰啲話到要帶俾你幸福嘅人，佢哋咁做可能只係想自己冇咁唔開心，而你嘅痛苦對佢哋嚟講係好重要，因為冇咗你嘅痛苦，佢哋存在嘅意義就會少咗。對於聲稱自己係為咗他人而活嘅人，你要保持懷疑。貓可以好輕鬆咁獨處，唔似大部分人咁怕孤獨，成日要靠買嘢或者娛樂嚟麻醉自己。而佢哋通常要慢慢建立咗信任，先至會同你熟絡，唔會咁容易就信你㗎。不能少像貓般生活，那就無悔返回人類世界。好似貓咁樣生活，意思就係唔再貪求生活以外嘅嘢，過一種近乎冇乜安慰寄託嘅生活方式。對你嚟講可能好難接受。如果係咁，不如信奉返傳統嘅宗教，最好係充滿儀式感嗰種。如果你揾唔到啱自己嘅信仰，就由得自己跟大隊走，融入返喺生活日常。愛情帶嚟嘅興奮同失望，追逐金錢同名利，
仲有政治入面嘅虛偽同新聞帶嚟嘅煩擾，好快就會將你嘅空虛感趕走。當你開始養貓，你會發現自己都幾似係佢嘅寵物。重點係貓對自己嘅價值同生活有一套好簡單而清晰嘅睇法，而且唔代表會冇咗同理心啊。呢樣就算人類有宗教信仰，都好似未必做到。最後，無論以上分享對你嚟講係講經，定係真係帶到啲啟發俾你，有樣嘢可以肯定嘅係，貓同其他動物一樣，其實早就贏過晒我哋人類，因為佢哋唔使同自己內心鬥爭，更加唔需要去扮演社會預設俾佢哋嘅角色，佢哋一直都只係忠於自己嘅本性。睇到呢度，你覺得喺你隻貓身上有咩係值得你學習嘅呢？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多啲向身邊中意貓貓嘅人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